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陨落心炎一朝爆发，冲破了天坟炼气塔的封印。天坟炼气塔100米外的位置，闻声赶来的学员们都满脸惊骇地望着无形火蟒，他们都没想到自己经常修炼的地方竟然隐藏着这等凶物。林秀雅一行人从塔中逃出来后，林燕四处望了望，急忙问萧炎人呢？看到萧炎悬浮在天空上，林燕脸色一变，连长老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萧炎留在那里肯定不安全。子言说萧炎又不是傻瓜，一有问题他肯定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哪有那么容易会死。林燕一头黑线，不再纠结这个问题，而是开始好奇与长老们对战的无形火蟒是什么魔兽。子言能感受出无形火蟒并没有魔兽的气息，但也说不出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无形火蟒冲破封印，苏仙下令让所有长老一起结千层封阵。陨落心炎尝到了自由的甜头，自然不想被再封印，他不断发起攻击。萧炎因为想要捡漏，在他发起攻击时，借助青莲地心火做遮掩，躲在了地面的火海中。他躲着的地方正好属于千层封阵能量网的范围内。陨落心炎疯狂的冲击将能量网破开了一个小口子，虽然那个口子很快就被苏仙带人补上，但属于陨落心炎狂暴的能量依旧泄露了出去。苏仙顿时意识到不妙，远在黑角域的寒风被这股狂暴能量惊动，在确定这股能量是异火发出的之后，寒风立刻派人将自己交好的强者请到封城。寒风目光望着遥远的山脉，眼中涌上深蓝色的火焰。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异火，只要他能得到第二种异火并将之吞噬，实力必定会再进一步。无形火蟒接二连三的撞击将能量网撞得暗淡了许多，一些长老的脸色也因为长时间的消耗变得苍白。短短3个小时中，18名长老就退下了10名，只剩下8名长老和苏谦苦苦支撑。内院长老损失惨重，无形火蟒也因为能量的消耗，表面的火焰变得暗淡，撞击缓缓减弱。藏在地面火焰中的萧炎见天空上接二连三吐血而退的长老，忍不住抹了把冷汗。虽然知道想要说服陨落心炎很难，但萧炎还是很焦急，因为看起来内院长老们都快坚持不住了。他问药老该什么时候出手，药老让他不要急，外院的强者正在火速往这边赶，先让他们和陨落心炎再耗一耗。片刻后，外院副院长虎钳带着大批人手前来，看到虎钳出现，苏仙终于松了口气。外院的强者换下了内院长老们维持能量网的工作。陨落心炎见撞击无果，对方又换了大批人手，不再撞击，而是盘踞在天空中盯着天空上的能量网。虎钳带来的人负责维持能量网，苏仙则指挥内院的人进行下一步的封印。感应到天空上极为恐怖的能量汇聚，陨落心炎不安地望向天空上的苏谦，炽热的无形火焰再度从他身体上暴涌而出，疯狂攻击能量网。外院的强者比起内院的长老实力要弱不少，但他们胜在人多，一时半会儿陨落心炎也无法突破他们维持的能量网。苏仙在虎钳的催促下，终于凝聚好了一个硕大的斗气球。他将斗气球狠狠地砸在了无形火蟒巨大的身躯上，无形火蟒被直接推下了地面，射进了破裂的天坟炼气塔中。见陨落心炎被甩进天坟炼气塔，苏仙眼中闪过一抹喜色，双手猛然解出印结，再次将陨落心炎封进塔中。见天坟炼气塔塔尖再度涌现出一层淡黑色的能量膜，远处围观的学员顿时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。萧炎眉头一皱，在心中呼唤药老，药老再次让他别急，陨落心炎并没有这么好封印，而且好像还有其他的势力被这边惊动，正朝这里来。果不其然，就在苏谦脸上刚刚浮现笑容的时候，寒风便带着大批黑角域的人破开结界来到了内院。苏谦脸色阴沉，将视线停在了寒风的身上。虎钳站在苏谦身后，脸色难看地问寒风带人不请自来是想干什么。寒风说异火乃是天地奇物，你们这般将之封印在此，未免太过残忍。他身为炼药师，希望苏谦将异火放出来，不要行囚禁之事。他的话不仅让苏谦等人脸色变得怪异，黑角域的人也是一脸看傻子的表情。苏谦让寒风想抢异火就直说，拐弯抹角令人作呕。看着寒风带来的一众黑角域势力的首领，苏谦袖袍中的手掌紧握。寒风说只要苏谦将异火交给他，不管他开出什么条件，都会尽力办到。苏谦脸上出现一抹讥讽，嘲笑着说，你是何为人我还不清楚，如果是你老师药尊者说这话，我还真要考虑考虑，你的话还是再回去继续修炼个几十年吧。寒风知道今日只有来硬的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，他释放出自己深蓝色的火焰，
地面上的萧炎没想到韩风竟然也拥有异火，他手上的漆黑戒指从听到韩风这个名字开始，就因为药老灵魂力量的暴动变得火热。萧炎忍着手上的灼痛，轻声呼唤药老，说清理门户的事由他来做。萧炎的话让药老很感动，但现在的萧炎并不是韩风的对手，他让萧炎短时间内不要与韩风有冲突。萧炎也知道自己现在打不过韩风，但他马上想到，韩风既然已经有了一种异火，为何还要再来抢异火？药老陷入了沉默，好半晌后才说，因为韩风也修炼了焚诀，不过他修炼的焚诀是残卷，当年韩风还是药老弟子的时候，趁他不备得到了一小部分焚诀的功法路线。萧炎知道韩风也修炼了焚诀后，心中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，让他一定要杀了韩风。这个反应直接深入到萧炎的脑海深处，萧炎压下心中升腾的杀意，看向天空上的两方势力，比人数自然是迦南学院的人多，但学院中大多是斗王级别的强者，斗皇只有虎钳一人，而韩风带来的势力首领全是斗皇级别的强者，还有那些首领下面的强者也都是斗王级别。就在萧炎不断盘算双方实力的时候，苏千奉劝韩风趁早离去，他可以当这件事未曾发生，否则日后院长回来，韩风和黑角域那些人怕是一个都逃不掉。韩风根本不把苏千的威胁放在心中，迦南学院的院长多年未曾现身，谁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，就算他还在，日后来找他，只要他得到了异火，究竟谁倒霉还说不定呢。他威胁苏千将异火交出来，不然万一打起来，黑角域的人可不会留手，到时候内院怕是会被毁得干干净净。苏千脸色铁青，说好多年没有动过手了，今天他就来掂量一下，看看韩风有没有说这话的资格。苏千下令让众位长老死保异火的声音响彻天空，感受到苏千体内蔓延出的属于斗宗强者的压迫。韩风说他冥顽不灵，黑角域中并不是没有人能与他匹敌。他转身请出黑角域的金银先生，韩风面前的空间一阵波动，一金一银两道身影鬼魅般的出现在天空上。苏千没想到韩风竟然将金银二老都请了来。金银二老是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，他们是黑角域的黑榜中排在前2名的顶尖强者，因为他们是双生兄弟，修炼的功法也是完全一致，所以原本分开时只有斗皇巅峰实力的他们，在共同对敌时，即使面对斗宗强者也有不小的胜算。他们2人的名声在黑角域中极为响亮，内院的长老们也都听说过他们。韩风花了非常大的代价才请动他们2人出山。金银二老和迦南学院本来也有恩怨，若是迦南学院的院长还在这里，他们2人是万万不敢前来找死的。苏千不想再和他们多说废话，他率先出手想要攻击韩风，但却被金银二老拦了下来。苏千被拦住，韩风目光看向虎钳等人，手一挥，让黑角域的人将虎钳和学院的长老们拦住，他自己则下去想要将封印给破了。见韩风要去破解封印，虎钳派出内院的强者想要拦住他，但他们刚有动作就被黑角域的人拦住，双方开始混战。韩风出现在天焚炼气塔之上，但不等他破开封印，虎钳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让他不要妄想打异火的主意。韩风因为拥有异火，在斗皇中少有对手，即使是面对斗皇巅峰的虎钳也丝毫不惧。2人很快也打了起来。萧炎看着天空上混乱的战斗，心中苦笑着问药老现在怎么办。现在这种情况，萧炎只能等，他要是单独去破解封印的话，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听到药老的话，萧炎再次将身体龟缩在火焰的遮掩下，但就在他刚刚隐藏好身体的时候，身后一道攻击从天空爆射而来。这道攻击吓得萧炎背后的紫云翼猛地一动，身形跃上半空。萧炎这个举动让自己现出了身形，好在天空上陷入混战的人没有注意到他。萧炎用清火斗气将身体包裹，就在他即将退开时，正与3名斗王强者战斗的范劳目光随意扫了过来，见到这个被清火斗气包裹的熟悉身影，范劳双眼瞬间涌上血红，他认出了这道身影就是当初杀害他儿子的凶手。范劳发出一股愤怒的咆哮声，将自己面前的对手震开后，范劳冲着萧炎爆射而去，嘴里喊着小杂种，你可是让我好找，给我儿子陪葬去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多多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多多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